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蔡先生的工作间，来拍摄重头戏。我们这个栏目拍到现在，大概接近5年。除了前几集以外，后面就是侧重在明清。那么当然有一些明清，我们以后可能还在拍。很多内行人在期待我们能不能推出宋词5大民谣啦，或者是另外一个是什么6大谣系，还对。因为宋词是世界词器的最漂亮的。一般人讲说宋词有1件2件就是很值得宣扬的一个事情。我因为深知蔡先生手上这些宋词量体也很大，所以我对我们这个栏目很有信心。我认为就是观众的这个回响我们可以让它持续的去加温。所以呢，压到现在我们开始推出宋词，可能会拍6集。或者更多不一定。这一次会放出来这一片军谣、军词。军谣最漂亮的是在北宋的时候再下来京或者元呢，它的质量各方面慢慢就下沉。那我们在这一片你可以看到高档次的北宋军谣，再来中低档次的京跟元的，可以在这一个栏目上给大家好好的评比。其实北宋军谣它的特点就是那一抹红。在宋朝有一句话叫做“万贯家产不如军谣一片”，不要误解这个意思不如军谣一片不是说你有一片破片的军谣抵过万贯家产它的意思就是说那一片是指是什么？那一片红军谣那一片红是很难烧出来的，它是属于铜红釉所以说你即使有万贯家产，你要烧出那一片红，可能都不一定花了万贯家产也烧不出来，红釉是很难烧的那是这个军谣到了宋徽宗的时候，他因为要花石纲，他那个要种一些奇花异草，所以特别选中这个军谣来当他的花器。所以这个时候的军谣烧出来能进到宫廷里面，大部分90%都是他的花器。当然偶然有一些就是说陈列器也有，但是不多当然是花器那所以说军谣有分为宋徽宗专用的官军谣还有民间用的军谣。我们现在从这边开始算民间用的军谣，这是北宋的，这3件都是北宋的军谣它的军谣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民间的用器。它的特点是什么？这算是北宋民间的军谣跟官方的军谣的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官谣器它是整个都是红，不是红的就是蓝的或是紫色的单色。那民间的军谣它是有一点点红，它是抹红蓝在这个青瓷上面点上一点，像这个就比较多，但是它没办法完全整个红色的但是它拉胚都是很漂亮的，很均匀的，到达北宋的这个民间的军谣的水准。我看到这个东西有一个思考啦，这个东西在那个时代当然是作为一个酒器啦。那么这杯很可能是酒杯、茶杯都有可能。喝茶是用茶碗，用碗这个所以这个基本上是酒器，是不会臭。这个东西现在是日本现在还在流行的。日本的清酒，你看看它的小杯它当然有一些造型一直在改变，但这是很接近一个是日本现在还在用、还在追求的一个酒器。然后这个杯以日本的酒杯现在讲比这个还稍微小一点。但是那个味道是很接近，漂亮的器物，说历久而弥新有的人会把它一直保留下来有的可能会丢掉。这一件就是我们所谓的花器这是花盆我们叫做盆莲托这个盆这个叫托那这2件都是一样，它里面是有1到10号1到10的这个编号，就是1号配1号，这个是5号配5号。我们讲说怎么去分官军谣很简单，第一个它一定要有蚯蚓走泥纹，
我们叫这个玫瑰籽它的蚯蚓嘴纹是有但是不是非常明显第二个，它是整个这一片红的，或是紫色的，或是蓝色的，都是属于官方的菌瑶它这个菌瑶的上釉比一般的民间的釉上得多。第一层上酱釉我们讲的护胎釉也可以第二层是这样的青釉像汝窑那种青瓷那种青釉上这种，这是以微量的铁来发射的那每一次上完釉以后，它除了刷跟浸两种等到要烘干以后再刷第3层釉就是铜红釉。那铜红釉你要让它发的很红的话，铜红釉可能到3到4道如果发到不要那么红的话，可能1道到2道就会变成这种比较偏紫色的。这个铜红釉刷的越多，它不会把里面的蓝色透出来，它就把这个青蓝色的盖在下面。这是第3层釉，第4层釉就再上一层透明釉。这4种釉上完以后，再去入窑高温烧出来的。当然呢，它先上釉之前会速烧去高温大概1000度左右的温度，速烧以后再上釉要上4种釉。那民间的钧窑就不会那么复杂了，因为就顾及成本的问题就是民间的钧窑就一般的2次3次就不错了这一件也是一样，就是跟这个不同的是，它没有上铜红釉，不会上得很厚，所以它把底部的这种透出来变成紫色的这个叫做葡萄紫它也是这个是8号的盆托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有人说长颈啤酒叫凤尾尊蚯蚓种泥纹是因为的原因是因为它为什么产生蚯蚓种泥纹？民窑是没有产生蚯蚓种泥纹，它是因为釉的配方，官方的釉的配方很严格，它的含这个应该是它氧化系我们讲氧化系的成分没很多，所以说它在上这个蓝色这个青釉的时候它容易在干燥的过程中容易皲裂，在上这一层红釉的话会把它盖掉再上透明釉，在烧的过程中它会把这个皲裂的地方会填补上去，像这个比较容易产生在这种青的这种上面因为如果说上红釉会把它盖住，所以说不容易看得到，这种就容易看得到，在这个青蓝色的方面容易看蚯蚓种泥纹青釉在干燥的过程中容易皲裂，然后再上透明釉以后就变成这样，这种烧出来变成这种情形。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在窑温的时候，它2种注溶剂不同先皲裂，然后透明釉再把它补上去，会产生这个蚯蚓种泥纹。官方的配方有一定的比例，所以说会产生蚯蚓种纹。民间的话，钧窑就没有这种固定的比例产生蚯蚓种纹几率不高。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金早期的时候，会有一些金代的东西，它会有一点蚯蚓种泥纹，因为它用的是北宋留下来的釉的配方，用在金上面但是不多，这数量很少，有这是比较例外的1、2个问题请教你，这一件是5号，这一件8号，它这个编号是不是有一个官方的标准？因为它会有编号，都是宫廷用的。那它的1号有没有是固定？就是尺寸，比如现在的1尺，过去讲1尺，现在比如说30公分上下，那么定为1，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这一次造几件，就是从1编到9。按照这个考古文献及出土的资料有讲到这一点，因为它是手拉胚的。如果说它需要这一批的时候，它就戳1到10号，下一次出的话也是1到10号，但是同样的1号大小不一样，只是按照以前曾经有出土的文献报告有这么说明，而且它残片也有，它同样的号码但不一样大小，因为它每一次做的尺寸不是标准规格。像丘里佐伊纹，一般现在的所有的专家的论述啦都是它是鉴定这个钧窑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那么现在的仿品，丘里佐伊纹照不得出来。蚯蚓种现在的仿品可以做出有点像，但是如果看过真正蚯蚓种泥纹一眼就看出来了，容易看出来，因为蚯蚓种泥纹就像蚯蚓爬过的泥土的痕迹了但是仿的是它是这个纹路是不是这样的？它属于放射状的，像蜘蛛网纹这样放射状的。基本上这个是正品，真正的北宋时候的钧窑的丘里佐伊纹大家可以以这个作为一个标准器来认知什么叫丘里佐伊纹。依蔡先生的讲法，现在还是仿不出这个比较自然的这个纹路，好吧？没那么自然，对。
这个你看它的，我们讲就是蓝釉哈，青瓷的蓝釉里面上面点一点这个红的哈，这个就属于金代的民窑了哈。其实，在金代的时候，这个钧窑的民窑很多，民间生产很多的窑厂啊，就像这个文献里面讲的哈，在金代的这种战乱过了以后，金代的时候，它那个时候就是窑厂纷纷成立哈，在军台这个地方纷纷成立，所以说用星罗棋布来形容它。窑厂之多，它窑厂的烟几乎没有停过，就一间一间在冒烟，没有停过所以它生产的数量很大。第一个，我们讲到它的就是它没办法整个同样的红色或是蓝色它有点点在这一点点的这一点的话，我们怎么去分它这是元代跟金代呢？因为我们看它的毛细孔要比这种要粗很多这样毛细孔比较粗，到了元代就更粗了这是金代的就是说大家看一下，这3件都是北宋的。你看它的色彩，因为钧瓷引人注目就是它斑斓的红彩。那北宋是非常亮丽的红彩，再下来到金，这个红就是星星点点不像这个这么通透。然后还有一个，大家注意到这个口沿这个口沿就变成有这种灰土色，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是北宋的。那么到了金那个时代的那个，我们讲就呈现出来的就是有明显的差别。那为什么这个颜色会这样？您再解说一下。就是刚才讲它的釉的注溶剂没有控制得很好，所以说这个地方变成什么？釉很薄，露出它的底胎的颜色，就是釉层不够厚了。不够厚，它就把露成底部的那种，有点像那个酱釉的颜色。对，尤其在上面很快就流淌下来，所以上面就呈现那个胎土的颜色。那这个官窑的话，它是故意露出来的，它有个线条，他们表现它的线条，讲究线条美那么这个是很出名的这个鲁丁玺，这个鲁丁玺呢，依蔡先生讲是北宋的，跟其他的这个大红呢都是一样的系列。鲁丁是上下2圈都有鲁丁，我的了解有一些只有上面一层的鲁丁那么这个是上下2个鲁丁，这个是北宋。那么同样一个碗形的东西，施釉到了一半再多一点点，然后你看看它这个釉这个连结性也是非常强烈它在这边就全部停掉。它停掉呢，落胎的地方本来应该没有这么难看，它只是因为较长东西这个色泽是这样，那么也没有经过清洗。元代这个已经到元了到元了，这是已经到元，反正一半又是到元了这已经是到元那么是北宋的。对，这是金代的。那么还有这一件的那个丘尼走英文也是非常明显。很多每一个地方看得到，这个一片一片都看得到这个丘尼左印，所以很大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它出现这个很自然的这个丘尼左印纹，是很明显的，它是导致1号，是北宋的比较大量体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完全没有这个红彩。这一集拉杂的就是给大家看，尤其这个片会有很多很细目的一件东西让大家看得清楚，所以我希望这个东西能够对大家对钧瓷的认知，尤其老器我们讲是老器的认知有一定的认知这一集讲到这边，下一集我们会推出汝窑还有北宋官窑大家拭目以待。好，谢谢。所以说一般来讲，我们讲说汝窑要进到宫廷里面，一定要达到宋徽宗的要求。那宋徽宗的要求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线条取胜，第二个是颜色。为什么颜色呢？像这一种都是因为不符合宋徽宗的颜色，所以我们所谓的贡玉减退。